大家好，我是老丁，欢迎来到本章的学习。今天呢，咱们要聊一个特别重要的话题，那就是信号柱的其他各种类型。咱们今天的内容安排是这样的：首先，我会带大家搞清楚信号柱到底是什么，然后呢，咱们会看看两种最核心的形态：趋势柱和反转形态。接下来呢，我们会深入到梁柱和三柱反转这些具体的模式，还有一些更微观的小形态。之后再介绍几种其他的关键信号。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咱们会一起总结一下信号和整个市场结构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好了，那我们就这开始吧。首先，咱们得把最基础的概念给弄明白了。到底什么是信号柱？其实很简单，所谓信号柱，指的就是触发咱们进场交易的那根最关键的启动 K 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赛跑的发令枪。但是这里有个特别重要的提醒，大家一定要记住，并不是所有信号柱都值得我们去交易。有时候你看到一个信号，哪怕它看起来像个突破，甚至触发了你的入场单，这也不代表这笔交易就有价值。尤其是在那种窄幅的交易区间里，很多信号其实就是个陷阱。那什么时候的信号才有意义呢？关键就在这儿。只有当整个价格行为告诉我们，这个信号一旦出发，后面有足够的波动空间，至少能让我们抓到一次盈利的短线机会，那么这个信号柱才算是真正有意义的。好的，搞懂了基本定义，接下来咱们就看看最重要的一类信号，先从这个力量感最强的强趋势柱开始。你想啊，强趋势柱它在趋势的脉冲阶段是至关重要的。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市场突然爆出一条大新闻，价格一下子突破了一个关键的支撑位，这时候所有交易者都会立刻紧张起来，急着找机会入场。这种紧迫感就会让市场形成一连串非常强劲的趋势柱，行情一下子就被推动起来了。这其实就是趋势脉冲的核心动力。说完趋势，咱们再来讲讲它的对立面——反转形态。可以说，所有交易者时时刻刻都在寻找趋势反转的早期信号。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反转往往就意味着一个旧趋势的结束和一个全新趋势的开始。抓反转的魅力在哪儿呢？你看啊，它的风险收益比通常非常诱人。一般来说，风险就是设在 K 线的另一端，但是潜在的收益呢，往往是风险的2倍，甚至是3倍。比如说，你用10个点的风险去搏一个反转，那么你的目标利润可能就是20个点，甚至更高。不过啊，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强大的趋势里，你想要逆势去抓反转，那必须得有非常强的信号才行。那反过来，在强趋势的回调阶段，你要顺势进场，反而常常不需要什么完美的信号。为什么？因为强趋势的特点就是不等人，它总让你感觉快要错过了。正是这种错过带来的紧迫感，不断地推动价格往前冲。所以说，一个看起来不太强的弱信号柱，反而是强趋势的一个特征。好了，接下来咱们来看几个具体的反转形态。我们先从最常见也是最重要的梁柱反转形态开始。咱们可以这么理解，几乎所有的反转本质上都是某种形式的梁柱反转。它的核心逻辑就是市场先是猛地朝一个方向运动，然后又被一股更强的力量迅速地打了回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你看到一根大阴线，紧接着马上出现一根大阳线，把前面的跌幅都给吞了回去。这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多头梁柱反转。那么判断梁柱反转的可靠性有一个很关键的技巧，就是看这2根 K 线的重叠程度。如果第2根 K 线和第1根 K 线的重叠超过了 75%， 那我们就应该把它们看成一个完整的反转形态。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重叠的越多，这个反转型号就越可靠。接下来是三柱反转，它其实就是两柱反转的一个变体。你看，它就是第1根和第3根构成了反转的主体，中间呢夹着一根小 K 线或者十字星。这种形态有个很有趣的特点，就是你把它放到一个更大的时间周期去看，比如说从5分钟图切到15分钟图，它往往就会变成一个更清晰、更标准的信号，所以也是一个很有用的技巧。好，看完了这些比较大的形态，现在咱们把镜头拉近一点，来看一些更小、更精细的信号，也就是所谓的微观形态。咱们快速过一下几种常见的微观形态。首先是内包柱，
它的高低点完全被前一根 K 线包住，代表市场在休息。如果连续出现2、3根，就是 III 或 III 形态。还有一种 IOI 形态，是内包、外包、内包的组合，常常是突破前的信号。最后是外包主，它反过来把前面一根 K 线整个吞没掉，可能预示着趋势延续，也可能是反转的开始。另外呢，还有2种非常有用的微观形态，就是微型双重底和双重顶。这很好理解，就是连续几根 K 线的低点都在同一个或者非常接近的位置，这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双重底，通常是一个反转看涨的信号。反过来，如果高点都差不多，那就是微型双重顶，预示着可能要反转下跌了。好了，除了上面说的这些，还有一些其他的关键信号，它们也各自讲述着不同的市场故事。我们接着来看。你看这2种 K 线就特别有意思，左边这个叫无尾柱，也就是一端没有影线，它代表市场的动能非常非常强，是趋势延续的信号。而右边这个呢叫衰竭柱，它也是一根特别大的趋势柱，但它出现在一波行情的末端，代表的是情绪的集体高潮和衰竭，所以它往往会引发一次剧烈的反转。你看，长得差不多，意思却完全相反。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信号的失效本身也是一种信号。比如说，市场给出了一个看跌的反转信号，结果价格非但没跌，反而向上突破了这个信号柱的高点，那这恰恰说明原来的上升趋势依然非常强劲。另外，趋势柱的作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在回调结束的时候，或者在交易区间里，一根强有力的趋势柱同样也可以扮演反转信号的角色。好了，讲了这么多形态，最后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也是今天所有内容里我希望大家能记住的最核心的一个观点。这句话就是，信号的意义完全取决于它所处的背景。你可以把一根信号柱看成是语言里的一个单词，但一个单词本身意义是有限的，只有把它放进整个价格行为这个句子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它想表达什么。所以我也想留给大家一个问题去思考，你平时交易的时候是在简单的读取信号，还是在努力的理解市场背后的结构？要记住，真正高质量的交易从来都不是在找信号，而是在读懂整个市场结构。当你真正理解了每一种信号柱背后的价格逻辑，你就能在那些复杂的市场波动里一眼看清那些真正值得出手的启动瞬间。好了，如果大家觉得今天讲的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给我们点个赞，加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